大家好，我是 Stacy 木瑶。马上年底了，大家是不是手头有点紧呢？那么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吸引力法则的实战技巧——金钱显化。我会和大家分享我真实的3个月显化30万美金的故事，然后会教会大家如何从术和道2个方面学会用吸引力法则显化财富。先点个赞，随喜赞叹，因为我保证看完这篇你一定会有所收获。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偷偷的想过了很多次想要赚到100万？但是我再问你，你真的认真的想象过，当你赚到100万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吗？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大概率你跟100万无缘。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会手把手的教你如何只需要做一点点细微的调整，就能够提升你挖到7位数人生第1桶金的概率。先跟大家来毫无保留的分享我自己金钱显化的故事，然后我们来拆解这个故事，就会得到具体的用吸引力法则显化财富的做法。当然了，我也不能保证说这条视频让你看完之后就能够立刻收获7位数，可是我相信它一定可以给你一些思路上和目标上的启发。曾几何时，我也觉得赚到7位数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数字啊。虽然我之前在500强上班也算是高薪，不过那是税前高薪，而且当时我在北京生活，北京生活的成本开支真的是非常大。后来我在德国这边上班，又遇上了疫情，在家里待着无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商机，于是我就很着急的想要去创业。那个时候我们家老大才6岁，老二还在肚子里。所以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妈天天打电话跟我说，你一个女人在国外又没有人帮你带孩子，在公司有人给你发工资不好吗？为什么你非要去累得半死不活的去创业？到时候亏光了，家庭也丢了，两头不讨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愿望特别的强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来自于宇宙的提示，能量到了那个地步，你就铁了心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心其实不是很足，所以我硬拉了一个不是很适合的合伙人，结果半途被合伙人给踢了。钱倒是没亏，只是白白浪费了3个多月不眠不休的时间和精力。那个时候一下子有很多亲戚朋友都跳出来说，人要顺势而为，大环境不好你还去创业，你就是找死。我确实因此消极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我再一次重新的去学习吸引力法则，我意识到这一切可能真的是宇宙的安排，可能我当时的能量确实还差了那么一丢丢。所以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修炼心态，要自己真的相信我一定可以获得成功。随后我疯狂的补上了前沿的商业知识，跟着大咖们学习用互联网创业，然后又积极的和我的 Mastermind 智囊团小伙伴们保持1个月2次的沟通，进行 brainstorming， 打开思路和格局。结果突然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3年前联系过我们公司的老客户突然找到我说需要一批货，是一个官方的订单，金额9位数。我顿时就上心了，就开始去努力的匹配资源。可是之后的事情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释了。首先是一个疫情期间我无偿帮助过的一个欧洲的商业大咖突然找到我，带来了一部分的货源，再匹配上我原本的关系，这个订单基本上量就够了。结果运输的时候，因为疫情期间没有飞机往欧洲飞，这个欧洲商业大咖居然利用他的私人关系包下了2艘飞机，3个月的时间内30万美金到账，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和事物都是当时的我所不敢想象的。而因为这个经历，我之后复盘整理出来的100万大脑吸引力法则财富激活的课程，也帮助我的很多学员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顾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宇宙它真的是很神奇，它会用各种出乎意料难以想象的方式让你梦想成真。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神奇呢？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或者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故事，也可以给我点个赞。现在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想要成功获得人生的第1桶金，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改变你的大脑。永远不要忽视我们意识的强大力量。科学证明，我们的行为和习惯有90%都受到了我们大脑潜意识的影响。我们以前在课本里面可能多多少少也都学到过，主观意识改变客观世界。这里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神经科学家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做 cognitive priming。
中文里面其实我没有找到太适合的翻译啊，我们姑且拿一个官方的翻译，叫做认知前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提到蓝色，你会想到什么？是不是天空和大海？这个想法你甚至于不需要去思考，它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其实对于财富也是一样的，你想要得到它，你需要先增强对于金钱的感知，再通过每天的目标练习、可视化练习，让你对于一切可能和金钱相关联的事情都会下意识的做出反应。也就是说，你得敢于去想，你具有得到它们的能力。我不能说你这么想就100%可以成功啊，但至少这会给你一些信心和方向。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富豪这么少？那是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去想他们真的可以成为富豪，甚至于想了也只是心里面悄悄地划过一个念头，几秒钟就没了。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跟人说，因为说出去别人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个疯子。然而事实却是，你连想都不敢想，你又怎么能够做到并且实现呢？当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大脑意识之后，第2步就需要明确告诉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可以帮助我们调动起我们所有的感知，让我们不断的接近成功。我可以举一个更加直接的例子哈，很多人都喊着我要减肥，尤其是女生哈，但是付诸行动，去每一天的节食，每天的运动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可是90%的女孩子在她们婚礼前夕都可以减肥成功，在婚宴上都是美得发光。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她们有明确的目标。如果1个月之后我没有办法瘦下来，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时刻就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最好的一面。赚钱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有了强烈的意愿，并且为之树立了明确目标，你其实就已经触到了7位数的边缘。等完成了这2步，你的道德层面就已经准备好去启动吸引力法则了。这个时候呢，你大概已经有了目标，有了意识，那么你肯定要问，我又该如何去做，去赚到这笔钱呢？这边必须要提到 Ralph Waldo Emerson 的 Law of Compensation 补偿法则。简言之就是你所得到的就是你所付出的。你能赚到钱的多少取决于3个方面。第一，你想要得到金钱的意愿有多强。第二，你能获得金钱的能力有多强。第三，你被取代的可能性有多少。请大家思考一下这3个点。其实第1点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解决了，第3点的问题其实会在你完美解决第2点的时候迎刃而解，所以我们只需要看第2点，你赚钱的能力就可以了。之前全民网络健身热火朝天的时候，刘畊宏的广告费1秒钟可以达到7位数，他的底气在哪里？就在目前还没有第2个人可以像他这样带领着千万人在网上热血的跳本草纲目。但是如果刘畊宏还保持着传统教练的思维模式，他最多一天也就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他能做到这一步，就在于他懂得了 MSI 这个概念是我的一位老师，也是吸引力法则的 Master Bob Proctor 所提出的。它其实是一个缩写它的意思是 Multi-sourcing income 多元化的进账来源。根据 Bob 的统计，赚钱的方式无非于3种。96%的人靠时间赚取劳动价值，比如打工仔。3%的人利用钱生钱，比如专业的投资人。只有1%的人懂得 MSI， 他们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一群人。所以这个 MSI 到底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又需要如何去启动呢？如果大家有玩过投资，有去买过股票，可能会更好的理解这一点。MSI 的概念呢，很像一个投资组合。当一种收入来源受到影响的时候，其他收入来源就会补足。如果他们同时都在获利，那么你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不过你千万不要一提到多渠道就觉得我需要去开很多公司，我需要打很多份工，因为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聚焦当下你的公司的业务，或者是你作为打工族所涉及的业务范围去做一些扩展，不需要做太多的跨界，因为那样真的是太牵扯时间精力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来赚钱。当然了，不习惯并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打卡坐班，换来1个月的月薪，这种安全感会让我们的大脑感到极度舒适，从而会选择赖在这个舒适圈，而舒适的代价其实就是财富。当然其实掌握了经济命脉的富人们并不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如果没有一些指导的话，你可能很难弄清楚从哪里开始。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快的找到你的 MSI 的方式，就是做一些与你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真正擅长的事情密切相关的事情。下面呢，我就要来一步一步的手把手的拆解 MSI 激活的方法，先点个赞，热身一下哦。第一步，创建思维导图。先拿一张纸，在中间写下你的核心业务、主要产品或者是主要服务，然后用个圈把它圈起来。例如，如果你从事的是农业相关的工作，你可以在这个纸的中间写上农业，然后把它圈起来。第二步，让想象力自由驰骋，放松并且思考你可以创造的与你现在业务相关的所有服务、所有产品。比如说你做的是农业，那么与之相关的产品有花盆，有一些新的植物，与之相关的服务有比如教人们如何去耕种，如何去搞园艺，或者教人们如何在家里面 DIY 建造花园等等。另外呢，你还可以思考一下你可以推广的其他人的服务，比如农场或者是园艺的工具，或者是农场咨询这样的服务。从纸的中心圆圈出发，画几条线，让它看起来像一个蜘蛛一样。每当你想到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服务的时候呢，就在上面写上，并且给它圈出来。如果你想到了与你之前的某一个想法相关的分支也一定要把它用线给它连接到合适的产品和服务上去。第三步，确定被动收入来源，列出你思维图中的被动收入来源。被动收入来源是你创造一次的东西，然后它会在很少或者是没有投入的情况下继续产生投入。比如写一本书是一种被动收入的来源，你只需要写一次，之后你可以一遍又一遍的出售它。或者是像房租，你买下房，然后你可以不断的去出租。其他形式的被动收入呢，也包括了一些课程、音频或者是视频节目、联盟营销等等。第四步，确定在哪里可以让你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收获。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题，就是需要你去计算一下每一个项目里面你大概需要投入的时间是多少，然后你的大概利润会有多少，因为产品总是会有薄利的和利润丰厚的。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去计算一下我们自己的投入产出比 ROI。第五步，最后一步，只选择一个。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有几个潜在的额外收入的来源，但是请一定要选择从一个开始。规划和启动新的收入来源是最耗时的部分，所以一定要避免一次陷入多个想法的诱惑，因为将注意力集中在多个领域会削弱你的努力，并且会减慢你的速度。当你的一种收入来源已经顺利的运行起来之后，你可以再尝试下一种收入来源的扩展。在这里呢，我建议尽可能的多开发一些被动型的收入来源，因为这可以让你更加有效的利用你的时间。我帮我的学员打造的创业体系基本上也是会以一些轻交付的被动型产品为主要的利润品。接下来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要去不断的去测试，如果发现不适合的话，你要及时的断离舍，把它从你的表格中删除。就是这简单的5个步骤，你学会了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有没有 get 哦。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按照今天分享的方法去吸引到你所要的财富。如果你对于财富吸引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我以后也会分享更多吸金的技巧。OK，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欢迎点赞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也可以和你一起成长。如果你对于灵性和科学的新思维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哦。